我怀孕了，我要去医院，大家行行好，让我先上吧。鸡你妈呀！素质真他娘的低！孕妇，妈呀，这要是被讹上可完蛋了。别走！啊！老公，我在和谐路公交站被撞倒了，我肚子好痛，我要生了，你快来救我！好，老婆你忍着点，我马上就来。妈，快上车！翠兰被撞了！来了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嘞！千万保佑我乖孙子别有事儿啊！人，有没有好心人啊？救命啊！啊，我要生了，救救我！大姐，你怎么样？我帮你叫120吧。救救我！救救我的孩子！这里太偏僻，叫120来不及了。走，大姐，我开车送你去医院。大姐，挺住，我们快到了。不哭，子轩不怕，奶奶在啊！劳斯莱斯，完了！怎么了？那车很贵吗？不是很贵，是特别贵，1000多万一辆，随便擦碰一下都是几十万的维修费，咱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啊！那怎么办啊？儿子，我看车主是个小姑娘，人心都肉长的。咱们去求求他，说不定人家可怜咱，就不让咱赔了。对，喂，交警大队吗？我这里发生了车祸。不要报警！对不起啊，老板，你这车修车费得几十万，我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啊！我老婆难产，我急着去救我老婆，所以才闯了红灯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对，姑娘你一看就是好心人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，否则我们这一家人就真的没活路了呀！喂，你在哪个路段？我们马上出警。算了，我自己私了吧。你们先起来，不要这样。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了。都是坏人。哦，先生，我正急着送一位大姐去医院，我车上有保险，不用你们赔了，你们走吧。哎，我们当然不用赔你，该赔钱的是你呀！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嘿嘿，你闯红灯撞了我的车，不赔钱就想走？怎么想肇事逃逸呀？你说什么？刚才你还承认是自己闯红灯撞的我，还跪着求我不要索赔。阿姨，你给我评评理！你胡说！我老婆子都看见了，刚才明明是你闯红灯把我儿子的拖拉机给撞了。怎么？你是看这条路上摄像头坏了，就想赖账是不是？你们看到这个摄像头坏了，所以就想反悔反咬我一口。你们简直就是白眼狼！少他妈胡扯！明明是你这新手女司机把油门当刹车，闯红灯撞上了我的拖拉机，你休想抵赖！不行，不能再拖了，不然这位大姐就没命了。好，遇见你们算我倒霉。我急着赶去医院救人，想讹钱是吧？说个数。谁讹你了？你个不要脸的小骚货！明明是你不会开车，把我儿子的拖拉机给撞了。今天不赔钱，你就别想走！你们简直禽兽不如！好，你们修拖拉机要多少钱？我赔你。既然你这么着急走，
那就赔这个数吧。1000，切，1000怎么够？1万，1万，一辆新拖拉机也就4、5千，维修费你要我1万？不赔也行啊，那咱们就慢慢耗呗，反正老子有的是时间。你车上的大姐不是快死了吗？只要你不着急去医院，那咱就耗着。无耻！你趁人之危是犯罪！说什么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，否则老子弄死你！喂，老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？老婆，你坚持住啊！我在路上刚刚接了个活，马上就能挣1万块钱。拿到钱，我马上就去接你。好，那你安心干活。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，等到了医院我再打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先去医院，回头我一定好好谢谢咱们的救命恩人。赔我的修车钱！我只想要回我修拖拉机的钱，不赔钱你别想走。人命关天，再拖下去，我车上的大姐就没命了。你就连一点的同情心都没有吗？我同情他？哈哈，他跟我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1万块钱对你这种有钱人，还不是毛毛雨吗？如果他死在你车上，那也是活该。没错，这大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她死了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识相的就快点赔钱。算了，救人要钱。好，我懒得跟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人计较，不就是1万吗？支付码。1万块到账了吗？这姑娘真是又傻又有钱，这块肥肉可不能轻易让她走了。等等，车子维修费是赔了，你还没赔撞人的钱呢。什么？你们人又没有受伤，连轻微擦伤都没有，你要赔什么钱？谁说没受伤？我老婆子受的可是内伤。哎呦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我去年刚做的心脏搭桥，现在心脏难受得很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！妈，你别吓我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坏女人，你赔我奶奶，你赔我奶奶！够了，我必须马上走！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？哼，不想怎样，赔钱，我老婆子也不多要，就赔这个数吧。5万？你想得美！50万！我老婆子被你撞的心脏病都要复发了，最少50万，少一分你都别想走！可恶，你们太过分了，我要报警！喂，交警大队吗？大伟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报警？你报啊！你现在可是醉酒危险驾驶，警察来了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孩子。喂，小姐，您在哪个路段？我们马上出警。喂，乖女儿。爸，我在长沙路出了车祸，还被坏人灌了酒无限，你快来救我！什么？敢欺负我宋天明的女儿，找死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豪车女酒驾闯红灯，欺负我们穷人了，撞人还不赔钱，大家来给我们评评理呀！
撞死我了！我老婆子活不成了，快救人呐！痛死我了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！奶奶，你不要死，我不能没有奶奶。这也太可怜了，都是这女司机干的好事啊！咦，一股酒气，这女的喝了多少酒啊？站都站不住了还开车，怪不得出车祸呀！醉酒驾车撞了人还不赔钱，这种人就让他把牢底坐穿。赔钱！你们别听他们胡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酒驾，是他给我灌的酒，我对酒精过敏，救救我！我车里有位大姐要生。你还敢胡说？大姐！还想逃？大家看看这货都醉成什么样子了，竟然还敢开车上路！他闯红灯撞了我的车，把我妈心脏病都撞复发了。大家说该不该赔钱？酒驾还闯红灯，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嚣张啊！年纪轻轻，哪买得起这么贵的豪车？这女的一定是个小三儿。对！我不是，我是宋氏集团的。还说不是？不然你哪有这么多的钱？要么是睡你的人很有钱，要么就是睡你妈的人很有钱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没错。嘿，真不要脸！你污蔑我，等我爸来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爸？你说的是你干爹吧？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赔不赔钱？不赔，老子就扒了你的衣服，看你臊不臊得慌。我有钱也不会给你，我绝对不会纵容敲诈勒索的恶行。太嚣张了，绝不能让这个小三跑了！对，抓住他！我来开个直播，见证下这正义的胜利。畜生，敢这么欺负我女儿！加速，我要这帮人死！放开我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，是他闯红灯撞了我的车，你们只听他一面之词就认定我有罪，这不是在主持公道，你们是在做邪恶的帮凶吗？你们知道吗？那你酒驾怎么解释？你这一身的酒气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对！我没有酒驾，就是车祸他给我灌下的。鬼才信你说的话！老子最后问你一遍，我娘心脏病复发，你到底赔不赔？我死也不会赔你。打得好！哎呦，这位女士的包还是香奈儿全球限量款，价格不菲呢。背这么贵的包，还为富不仁，欺负我们穷人，这种人简直禽兽不如！开千万豪车，背100万的奢侈品包包，不让他放点血，简直天理难容。对，必须得赔钱。对，必须得赔钱。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我能证明我没有闯红灯，更没有酒驾。行车记录仪？怎么像我老婆的？不可能，我老婆刚才说她已经被好心人送医院了。切！我的 U 盘，把它还给我！想要行车记录仪的 U 盘，休想！
这是最后的证据了，老子要保存好，免得被你破坏掉。你简直丧尽天良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不行，让他报警，我还怎么要钱？报什么警？我看你是想要搬救兵是吗？宋雨薇，你不能倒下，你还要送那位大姐去医院，振作起来。赔钱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，信不信？好，50万是吧？我赔。回来，怎么回事？你们又没做错事儿，为什么给他下跪？这个小三儿太可恨了！刚撞车的时候，他仗着有钱有势吓唬我们穷苦老百姓，他逼我们下跪，我们娘俩哪敢不跪呀？啊，岂有此理！有钱就了不起啊！我们必须让他也下跪道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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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我！我求你们放我走吧！我车上有个难产的孕妇，她快不行了，我必须马上送她去医院。什么？孕妇？哼，你是想骗我们逃走吧？我真的没骗你们，不信你们自己去看。我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小三儿的话你们也信啊？起开，一码归一码，什么事都没有孕妇重要。真的有孕妇，孕妇见红了，快放了她，救人去医院要紧。给我倒完钱再走。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？如果车里的孕妇是你的老婆，你也要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对，看在孕妇的份上，这事就算了吧。孕妇我不拦着，但钱不到位，你和肇事车辆一个都别想逃，没有车怎么送医院啊？这人也太没人性了！救人要紧，走，我们抬孕妇去医院。妈妈在这里。老婆，怎么是你啊，老婆？我是畜生，是我闯红灯撞上你的车，是我给你灌酒，栽赃你酒驾。
千万救救我老婆呀！你这样的人就不配有老婆和孩子。先救人，请大家再搭把手，帮忙把孕妇抬上车。姑娘，好样的！来，大家一起搭把手。好。家属请在外面等候。宋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营救的。拜托了，刘医生。哎，宋小姐，别急着走啊！你答应的10万块钱赔偿什么时候给我？什么？你现在问我要赔偿？刚才我救你老婆的时候，你跪在地上磕头认错，澄清了事实。怎么，现在又不认账了？刚才我那是被你逼的，如果不那么做，我老婆就有生命危险，那怎么能算数呢？就是不算数，你那是趁人之危，无耻小人！果然啊，坏人是永远不可能变好的。早知道如此，我就不该救你。宋小姐，你说你救了我老婆，我却很好奇啊。我老婆好端端的怎么就会摔倒，而且还恰好被你救了？别人怎么不救？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跟你这种人，我懒得解释。站住！之前一定是你开车撞倒了我老婆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把我老婆撞难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肯定是这样。你老婆死了，你自己去问吧。想跑？在我老婆醒来之前，你休想离开！如果他们母子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你偿命！我没有撞你老婆，我只是看她大着肚子可怜，才把她扶上车。难道非要让你老婆倒在地上挣扎，见死不救，让她躺在大马路上生孩子，你才满意吗？放屁！明明就是你撞倒了我儿媳妇，不然别人怎么不服？偏偏是你去服，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好心，就你是好人。这是什么歪理？难道非要撞到他的人才有资格去扶吗？如果是他自己摔倒了，你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他见死不救吗？哼，跟你这种泼妇简直没法讲道理。咱就抛开事实讲讲法律，就说撞车事故。现在我的拖拉机还好好的停在事故现场，而你的劳斯莱斯现在已经开走了。你说这事儿能怪我吗？你这叫肇事逃逸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是酒驾。你什么意思？根据交通法，肇事逃逸可是重罪，再加上酒驾，如果报警，足够你吃个10年8年牢饭了。肇事逃逸？我把车开走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救你老婆和孩子？刚才在事故现场，是谁跪下来求我开车把孕妇送医院的？现在还有脸说我是肇事逃逸？那又怎样啊？有本事你跟警察说去啊！你看警察抓不抓你？你无耻！好，你又想讹钱是不是？行，要多少？说个数。不多，就10万块，让你免受一场牢狱之灾，不亏吧？况且你这么有钱，10万块对你来说就是洒洒水了。没错，破财免灾，就当我们一家替你挡灾啦。算了，先答应他，回头再让律师起诉他们。我一定要把这对恩将仇报的白眼狼母子送进监狱。大小姐，听说您来了，我赶紧过来看看，您没事吧？周院长，你来的正好，麻烦你帮我转10万块给他们。好，支付码。账户账10万元。哈哈哈哈！10万块到账啊！太好了！哎，院长，你怎么这么听他话啊？她是宋氏集团的大小姐，我们整个医院都是宋氏集团的产业。谁是马翠兰的家属？我是他老公。医生，我媳妇儿和孩子怎么样了？
马翠兰被诊断为血管栓塞，这个病对于产妇致死率极高，请家属马上签下病危通知书。什么？你们这群庸医！我老婆好好推进手术室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被你们救治以后就病危了？你们怎么救的人？怎么会这样？什么病危通知书？我们不签！家属冷静一下，血管栓塞多数是因难产时间太久。你放开我！住手！家属冷静一下。你们竟然说我是凶手！要不是你们拦我的车，我早就把孕妇送医院来了，孩子自然也能平安生下来。天道好还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你们才是罪魁祸首！放屁！明明是你撞了我媳妇儿，才导致她难产，你必须负责。对，必须负责，否则我老婆子让你偿命！周院长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现在能救他们的，也只有国内首席专家张院士。啊，这么说我老婆孩子真的没得救了，翠兰。哎呀，我的大孙子，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我们4家真是要绝后了呀！别吵了，我能请来张院士。太好了，只要张院士能来，那孕妇和孩子就有救了。喂，张伯伯吗？我这边有个血管栓塞的急诊孕妇，我想请您来做个手术。好的，我马上派我的私人飞机去接你。大小姐，董事长的电话。喂，爸。薇薇，爸到事故现场了，你人呢？还有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？爸，我没事了，你不用过来了。没事了。欺负你的那帮人呢？讹你的那母子俩呢？那些路人已经走了，我现在医院，讹我的人就在我身边。好，我马上去医院找你，我要亲手把那对禽兽母子碎尸万段。大小姐人美心善，以德报怨，实在让人钦佩啊！一码是一码，人命关天，我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呢？装什么清高？你之所以救我老婆，还不是为了逃避赔偿？你无非是怕我老婆死了担责任。住口！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们大小姐是荆州首富家的千金，就算她真的撞了人，宋家也承担得起。有必要像你们这样的蝼蚁撒谎吗？张院士出来了。张伯伯，病人怎么样？孩子顺利出生，母子平安。太好了，谢谢张院县士，您真是活菩萨，您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！哎，别谢我，你们该谢的是宋小姐，要不是她请我来，你老婆孩子恐怕凶多吉少啊！谢她？哼，要不是她，我老婆也不会在鬼门关里走这一趟。就是，他还欠我们50万的赔偿款还没给呢，赔钱！要钱是吧？好，周院长，再帮我转50万给他。大小姐，听我的，转。账户到账50万元。50万，太好了！哈哈。我现在去结清马翠兰的医疗费，
之后我会委托律师起诉你们敲诈下乡、勒索。我一定要亲手将你们这对白眼狼母子送进监狱，走着瞧。我们没事了。有钱就了不起啊！要起诉，那也是我起诉你。你老婆孩子虽然保住了，但是婴儿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你们要尽快治疗啊！这是你孩子病情监测报告。什么？先天性心脏病？这怎么治啊？要尽快手术，手术费保守估计需要100万。什么？老天爷啊！我们私家是造了什么孽呀？100万，我手里只有50万，我倾家荡产也凑不够100万。儿子，那个宋小姐不是有钱吗？她是宋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这一凤里露出来的钱也够给孩子看病了，这钱让她出。对，必须让宋雨薇给我儿子看病。抢救马翠兰母子，光手术费就花了70万。大小姐，您真是太心善了，要是没有您，这姑子俩都保不住啊。把这些证据都交给律师，后面的事由律师来处理。是。司大伟，现如今你老婆孩子都没事了，就连医药费都帮你结清了，你还缠着我们大小姐干什么？周院长，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们敢对大小姐无礼，我可以立刻将你们一家驱逐出医院。哼，关你屁事儿！宋小姐，你把我车撞了，害我老婆难产，赔一点小钱就想一走了之？车钱我赔，医药费我也出了，你还想怎样？这是我孩子的病情鉴定报告，孩子一生下来就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，你必须对此负责到底。又想来讹钱是吧？好，你要多少钱？说个数。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需要100万，另外再加2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合计300万。不赔钱，今天你休想离开。先天性心脏病，你凭什么认定你孩子的病是我造成的？那还用说？如果不是你撞了我老婆，我老婆怎么会难产？我老婆不难产，我孩子怎么会得先天性心脏病？没错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你就得赔我们钱，300万，1分钱都不少。你们这一家可真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啊！你老婆难产摔倒，我好心送她来医院，还请专家给她接生。如今母子平安，你们不屑也就算了，还要过来诬陷我、敲诈我。我宋雨薇真是瞎了眼了，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救你老婆。你不要扯这些有的没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孩子的病跟你没有关系？你们简直就是无耻！先天性心脏病是先天形成的，跟车祸、难产都毫无关系。你们这是胡搅蛮缠！你们这个医院都是宋家开的，你当然为他说话了。谁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来证明。我是荆州中医药大学的院士，是国内研究遗传病和心脑血管系统学的首席专家。我能证明，先天性心脏病是先天性遗传疾病，跟后天的车祸无关。你胡说！你是宋雨薇叫来的，你肯定帮他说话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对，你们都是和这个贱女人是一伙的，你们说的话都不可信。今天不赔钱，你们谁也就别想走。算是看透你们了，你就是个十足的无赖！来人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有钱人欺压我们穷人，大家快来救人呀！这么多人欺负一个老太太，也太不像话了！大家快来看啊！有人开车撞到我爱人，导致他意外早产。刚出生的孩子身体还不好，事后他还驾车离开，试图逃避责任。
联合医疗机构篡改诊疗记录，欺负我们普通老百姓，请大家不平静，请大家给我们评评理呀！哎呀，老天爷，你睁开眼看看我们这些可怜人啊！他们这要逼死我这活着！老婆子，我复活了！让我进来！哎，大妈，你千万别做傻事儿，我们大家给你做主。宋家大小姐仗势欺人，绝对不能让这些为富不仁的坏人逍遥法外。肇事逃逸，撞了人还不赔钱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我们给你主张公道，我们给你主张公道。我们穷人绝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大家别被他们这对母子俩骗了，他们就是一对白眼狼。我们大小姐没有撞他老婆，还为他们结清了医疗费，他们是在讹人。大家听到了吗？他叫她大小姐，这所医院都是宋家开的，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们穷人啊！我儿子明明就是因为难产才得了心脏病，他们伪造病历，非要说我儿子得的是先天性疾病，真是没有天灵啊！太过分了！宋家是首富又怎样？再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，穷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今天宋家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！必须给交代！必须交代！必须给他交代！没有天理！大家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，我没有撞他老婆，我看到他大着肚子倒在地上，我可怜他，才把他送到医院。送医院的路上，是他闯红灯撞了我的车。你胡说！闯红灯的是你，你不但闯红灯，你还酒驾。我没有。发生车祸后，我看他可怜，没有向他索赔。可他呢？他为了栽赃我，他给我灌酒，然后又对我敲诈勒索，我先后给他转了61万。还有他老婆住院治疗费70万，也都是我垫付的，这些都是证据，大家来看看。这些单据都是假的，都是医院弄错了，我妈都被他们急得要出事儿了。你们非要这样为难我们普通人吗？我只想要回我儿子的治病钱。宋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！我也求求你了，你们有钱人不能这么丧良心啊！我可怜的大孙子啊！张院士，我女儿在哪儿？董事长不好了，他们在6楼，现场有些失控，大小姐有危险。该死！包围6楼！是。你们不要再装可怜了，我不会再赔你们1分钱。你老婆不是我撞的，你孩子的病更与我无关。你们都来评评这个理。如果不是他撞的我老婆，他会这么好心把我老婆送医院吗？没错，要不是他理亏，他怎么会给我们赔钱？我们都有转账记录的。对，大家请看，如果不是他撞的，他为什么要赔我们这么多钱？就是啊，不是他撞的，为什么要赔钱？明明就是理亏。哼，做贼心虚，现在又敢做不敢认了。荆州首富竟然这么小气，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。记得上次这个视频就是他。哦，我想起来，她就是今天火爆全网的短视频里的女主，醉酒驾驶撞了人还拒绝赔偿，都被网疯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咦，这富家女身上现在还一大股酒味，你还敢抵赖？就是个撒谎精！够了，我可怜的孩子啊！你一出生就得了不治之症，都是这个女人害的你。宋雨薇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赔我儿子救命钱！打人啊！救命啊！打人了！保安打人了！还敢当我们大家的面欺负人！我们穷人不是好欺负的，大家一起上！大小姐，这边走。事情还没完，我让你走了吗？大小姐，放开我！今天必须让肇事凶手道歉。他们这些有钱人，今天欺负的是这位大哥，明天被欺负的就是我们。必须道歉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
宋小姐，你们宋家虽然有钱又怎么样，但终究敌不过我们人多势众。老子最后问你一遍，我儿子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一共300万，你到底赔不赔？你做梦！我绝不会再给你1分钱。贱人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！我要你给我磕头道歉！我死也不会给你道歉的。天道好还，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天道好还，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习惯了仗势欺人，我也让你尝尝被欺负的滋味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千金大小姐给我磕头，磕！大小姐。放开我的女儿！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不好，宋氏集团的宋总来了。爸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微微，你在旁边好好看着。今天你受的罪，爸要10倍100倍的还给他们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，敢欺负我宋天明的女儿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宋总，你要报仇找他呀！对，找他，是他说你女儿撞了孕妇，还仗势欺人。他说什么你们就信？你们都是白痴吗？大家不要怕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算再有钱，他也不敢乱来。到底是我乱来还是你乱来？你女儿违规在先，她酒驾撞了我的车，还扬言要报警。这要是被警察查出来她酒驾，那可是要坐牢的。什么？你刚才说我女儿喝酒还酒驾？是啊，他喝的还是白的，一张嘴我就闻出来了，我闻出来了。诬陷我女儿，你找死！大家快来看啊！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开呀！酒驾还敢打人，太过分了！仗着自己是荆州首富就无法无天，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你，就算你是荆州首富，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吧？讲道理行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也都竖起耳朵听好了。我女儿宋雨薇，她对酒精过敏，她从不喝酒。天底下哪有父亲不帮自己女儿的？你这明显就是在包庇。对酒精过敏？不会吧？住口！狗都不如的东西！你在车祸后给我女儿强行灌酒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宋小姐撞的可是孕妇啊！就是。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他司大伟不但闯红灯撞了我女儿的车，还强行给我女儿灌酒。去你妈的！我今天就让你死！他胡说，他颠倒黑白，他仗着有钱就为所欲为，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！好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喂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把这个人渣给我往死里打！哎呀！我错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！宋小姐，求求你饶了我儿子吧！差点忘了，还有你这个老妖婆！宋小姐，求你发发慈悲，别打了！谁来照顾我儿媳妇啊？她刚捡回一条命。四大人无子可恨，但马翠兰无辜。阿豪，住手！阿豪，住手！女儿，这种人不值得同情。爸，我不是同情他，我只是可怜马大姐和她的孩子。你呀，就是太心善。周院长，司大伟的老婆还请你好好医护，等他身体恢复了再让他出院吧，一切医药费都由我来出。好的，请宋小姐放心。看起来你还是很不服啊！我就是不服，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老子就吃定你们宋家了！
接着打。爸，薇薇，爸阅人无数，像这种人就是毒蛇，是白眼狼，轻饶不得。你对他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行了，爸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就当给我们宋家积德吧。再说了，宋家现在和荆州王氏集团正在竞标龙虎新区黄金地带，如果这件事闹大，恐怕对招标不利。好，司大伟，看在我女儿的份上，今天就放你一马。以后再敢讹人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他们赔偿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儿子，这事儿是我们理亏呀，万一被警察查出我们敲诈，嘘，小声点。万一被查出来，那我们可是要判刑的。妈的！王总，你看一下这个刷爆全网的短视频，视频中的肇事女主就是宋氏集团的千金宋雨薇。真是天助我也，宋天明，这一次你输定了。老公，那天救我的好心人找到了吗？哦，没有，他那天把你送到医院后就走了，也没有留个联系方式，你就别想了啊。继续找，一定要找到我的救命恩人，我要当面跟他磕头道谢。好，不过媳妇儿，这种事儿得看缘分呐。再说人家是有钱人，就想低调做点好事儿，根本就不图回报。真的吗？就是，现在最关键的是孩子这个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100万的治疗费，这上哪儿弄这么大一笔钱啊？100万手术费，我出了。你们是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王氏集团的王总，他非常同情你们的遭遇，打算出钱帮你们。那可太好了，王总真是活菩萨了，谢谢。100万我们可以出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起诉宋家，让宋家身败名裂。起诉宋家？哪个宋家？哦，就是那个仗着家里有钱就无法无天的宋家。可不是嘛，我儿子身上的伤就是他们打的。翠兰，你还在坐月子，这种糟心事儿你就别管了，去歇着吧。你说的，该不会是我的救命恩人吧？不，哪能啊！你的救命恩人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，是吧，妈？对，翠兰，你还在坐月子，别操心外边事儿。好。王总，咱出去说，别打扰我媳妇儿坐月子。好。王总，您刚才说愿意出100万给我儿子做手术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当然，真金白银，1分不少。妈，是真的100万！王总，你就是我们大恩人，你让我们做啥，我们都愿意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让他们出来，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微微做得不错，这份竞标方案堪称完美。有了这份方案，龙湖新区的地块就10拿9稳了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楼下有人闹事！宋氏集团上天良，装了孕妇不赔偿。爸，你在这等我，这件事交给女儿来处理。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宋小姐，司大伟报告你撞了人，请
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宋雨薇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后台和背景，今天我一定要曝光你。对，曝光他，曝光他。请各位冷静一下，你们只听信一面之词就判定是非，你们觉得公平吗？请你们也听听我这个当事人的心声好吗？不能听他狡辩。司先生，请你冷静。宋小姐作为当事人，她有权利为自己辩解。我们先听听她怎么说吧。你们到底帮我还是帮他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我开车经过，看到了孕妇马翠兰倒在马路上，我好心将她救了起来。司先生，宋小姐说的和你说的完全相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宋小姐所说是真的，那我们就错怪好人了。是啊，他说谎！宋家仗着有钱有势欺负我们穷人，他们哄骗媒体。骗人的是你，司大王，你欺骗大众，利用人心，故意虚张声势，颠倒黑白，你可真是无耻！哼，你说我欺骗大众，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啊！你想要证据是，那我就成全。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苍天有眼，我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。那就是没有了。说来说去，他根本就没有证据，但反过来，我却能证明他在说谎。在我这能证明他在说谎。司先生，快证明给大家看！我有人证，我母亲和我的女儿那天亲眼看到。我承认，家人作证确实没什么力量，但是7岁小孩天真无邪，童言无忌，他总不可能骗大家吧？你把那天发生的事告诉大家。子轩，说话呀！你哑巴啦！这怎么哭起来了？轩轩乖，爸爸现在来问你，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，好不好？那天，爸爸的拖拉机是不是被一辆小车给撞了？小车上是不是还藏着一个孕妇？那个孕妇是不是妈妈？轩轩，爸爸最后再问你，那天的小车司机是不是就在现场？他是谁？你给大家指出来。他就是肇事凶手！宋小姐，现在小朋友都指认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女儿还这么小，你就利用她做昧良心的事儿！司大王，你既然利用一个心智不全的孩子，你女儿还这么小，你就利用她做昧良心的事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哼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有本事你就拿出证据来。是啊，宋小姐，你也拿出证据来啊！好，那我也问轩轩几个问题。你别过来，我女儿一看到你就害怕，我不能让你吓到她。我还能欺负一个小孩不成？再说了，有这么多人在，你怕什么？让开！不行！大家都看到了，是他做贼心虚。司先生，不就是问小孩几个问题吗？你为什么？你们看吧，我女儿看到他就害怕。宋雨薇真是太可恨了，竟然敢恐吓孩子，我们绝不答应！绝不答应！妈，快把轩轩带到一边去。轩轩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们回来！我都说了，我女儿怕你，求求你积点德，放过我孩子好吗？该积德的人是你。这样吧，我再拿出一个证明来，让你心服口服。还有证明？你倒是快
着说呀！这个证明就是他自己，宋雨薇。什么？各位，如果事实真像他宋雨薇说的那样，那他为什么不请律师告我？宋家有的是钱，别说请一个律师，就是请个律师团，那也不在话下呀。说的对呀，结果呢？宋氏集团什么都没做，不是他们请不起律师，而是他心中有愧，心中有鬼。哦，原来是心里有鬼。哼，长得跟狐狸精似的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人。司大伟，你真是不知好歹。小姐，我忍不了了。别冲动。小姐，我如果被他们激怒，就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宋小姐，我劝你立刻给司大伟一家郑重道歉，并做出相应的赔偿，以免宋氏集团在公众眼里颜面尽失。各位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请律师起诉他吗？不是我没证据，更不是我没有胜算，因为我心太软，因为我不忍心让他们家破人亡。漂亮话谁不会说？我同情马大姐和孩子，马大姐10月怀胎不容易，何况孩子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治疗费高达100万，这对穷人家庭而言已经是沉重的打击。如果我起诉司大卫，把他送进监狱，那对马大姐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到那时，马大姐将面临怎样的处境？她和孩子的生活，他们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？你们想过吗？已经回不了头了，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我呸！说的冠冕堂皇，你要真这么好心，怎么不见你献爱心，拿钱出来给我儿子做手术？哦，现在要曝光你了，要你赔偿道歉了，你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这都是资本家骗人的伎俩。他把自己说的多伟大、多了不起，无非就是想博取大家的同情，最后逃避道歉和赔偿。宋雨薇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宋雨薇打人了，岂有此理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敢行凶打人，简直无法无天了！可恶的资本家，道歉，给受害人道歉！道歉，道歉，赔偿！赔偿道歉！王总料事如神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宋氏集团丧天良，撞了孕妇不赔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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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我……薇薇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司大伟背后肯定有幕后黑手，他们这是想让宋氏集团的名声一败涂地。难道是王氏集团？这件事你不要管了，交给爸来处理。司大伟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说个数吧。这是要和解呀。早这样多好，该赔偿赔偿，该道歉道歉。想要多少？说吧。光是赔偿不够，我还要宋雨薇当着媒体的面给我认错道歉。让我女儿给你道歉？呸！你也配？你背后的人给你多少钱？我宋天明给双倍，但要我女儿道歉，休想！那就是没得谈了。你以为我司大伟就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吗？谁稀罕你的臭钱？我只要一个公道。对，我们要一个公道。 5倍，有钱你就了不起啊！我出10倍。儿子10倍的价啊，那可是1000万，我还答应啊！妈，我同意和解，一口价1000万。好，就1000万。好，成交。我不同意。
这钱是那个王总给的。那当然了，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王总和我们非亲非故，为什么愿意拿这么多钱出来帮我们？你那天不是听到了吗？王总要我们起诉宋家。哪个宋家？就是打我的那个宋家呀，老爷们儿的事儿你不懂。来，媳妇儿，你在这上面摁个手印。这是啥呀？老公，你知道我不识字的。这个是证明我被打了，身上有伤的证明。来吧，在这里按个手印，然后你就带着孩子去医院治疗。我接了个大活，就不陪你去了，按个手印就行。首富千金救驾撞孕妇一事，在网上已经吵得沸沸扬扬。今天终于在荆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，看看这起交通肇事案最终会如何宣判。竞标的事怎么样了？好消息，王总，我们原本被打回的竞标方案又有了新的转机。资源局通知我们修改方案，重新提交。只要宋氏集团退出，我们定能稳操胜券。现在我宣布，劳斯莱斯女车主酒驾撞车案件开庭。原告司大伟先生，请举证。尊敬的法官大人，各位陪审员，我要控诉宋雨薇酒驾肇事逃逸。我的拖拉机维修报告以及现场人证都可以证明。我当天确实从女车主宋雨薇身上闻到了酒味，是白酒的气味。我家那个死狗每天都喝，这气味我再熟悉不过。对，我也闻到了。被告宋雨薇撞车那天的确是喝酒了，而且喝得醉醺醺的。喝了白酒还敢开车，真是胆大包天。哎呀，这些富二代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。我还要控诉宋天明，他在公众场合指使保镖行凶打人。宋天明、宋雨薇、司大伟所控诉之事，人证物证都有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翠兰，妈，不是让你别来吗？坐长途火车累了吧？不累。哎，你猜我在来的路上看到了什么？什么？那妇女简直是为富不仁，简直是天良丧尽。这是什么？大伟起诉宋家大小姐的庭审现场，你看大伟多霸气啊！宋家大小姐，就是她。翠兰，你怎么了？请被告宋雨薇开始答辩。法官大人，首先请问各位证人，你们有谁看见我撞倒了孕妇？又有谁看见是我闯红灯？还有，我身上的酒味你们知道怎么来的吗？我肇事逃逸又是为了什么？你们真的去想过、去了解过真相吗？你们根本就没有去考证过事情的真相，只会听风就是雨，人云亦云。明明是我好心救助孕妇，却被讹成撞人凶。宋雨薇，你少在这里胡说！肃静，请被告继续阐述。不知从何时起，被帮助的人不思感激，反而贪图起回报来了。发现没有摄像头讹他，发现没有人证讹他，发现对方是有钱人，更加心安理得的讹他。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相见的良，唯儿心到国，良就当天赔礼不白面。世间怎会这般让人寒心？公道被虚言掩盖，无理取闹反倒占了上风。这般现状持续下去，往后还有谁愿意怀揣热忱，主动伸出援手行善助人？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唉，世风日下呀。如果故意做虚假证明，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宋雨薇狡辩，她在猖狂狡辩。没错，他这是想道德绑架我们。你们还要执迷不悟吗？就因为我善良，
就因为我好说话，所以你们就一味的污蔑栽赃我。你胡说，谁污蔑你了？我们都是亲眼所见。就是，我们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当我们都是瞎的吗？你们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吗？你们光偏听偏信就给一个人定罪？难道你们一定要看到一个孕妇倒了没人扶，见死不救没人管的事情，你们才开心吗？法官大人，我反对，宋雨薇是在道德绑架证人。被告，你说的这些可有证据？我有证据。我的证据是段视频资料，我申请当场播放。申请通过。现在当庭播放由被告方提供的视频证据。司大伟，你想不到马路对面的商店也有摄像头吧？今天我要让你原形毕露。这不是大我朝堂违规吗？就是，原来宋雨薇是冤枉的。大伟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太过分了！这种缺德事儿也做得出来，这对母子真不是东西！怎么会这样？司大伟，你这个混蛋，你竟然骗我们来做伪证！司大伟，你简直就是畜生！哎，你和你妈都是畜生，畜生！肃静！法官大人，我反对，我怀疑他的视频是假的。你怀疑？说说你的理由。假如宋雨薇有这么有力的证据，肯定早就拿出来了，为什么迟迟等到现在？所以我严重怀疑他这段视频是请演员、请制作团队拍摄的。哦，对呀，有这证据怎么不早拿出来？说得对，你们看，这视频里面能看清车，能看清人物身形，但是五官看的并不是很仔细嘛。对对对，这段视频一定是请人补拍的，电视里都这么演过。肯定是假的。难怪这么晚才送来，肯定是制作需要时间。可不是嘛，这有钱人玩的可真高级。法官大人，我申请让公证专家对我提供的视频资料做进一步鉴定。好，申请通过。宋雨瓮，请你解释一下，这个证据为何不早拿出来，而是迟迟等到现在？肯定是假的。其实那天在现场时，我就已经发现马路对面的商店装有摄像头，不过我并没有让人去提取视频。不可能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就是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当时我的车被撞，被他们强行灌酒，心里真的很委屈，很气愤。但是，我想到马翠兰为了省钱，挺着大肚子去挤公交，想到司大伟开着破旧拖拉机，要养活一家人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挺可怜的。就因为这，我才不信。虽然我出生在优越的家庭里，但我深知穷苦家庭的无奈。如果我是马翠兰或者司大伟，为了家人，为了生活，面对金钱诱惑做出选择的那一瞬间，可能我也会没事。你少在这惺惺作态，想打感情牌博取同情是吧？博取同情的是你，你自始至终都在利用我的同情心。当我拿到证据的时候，我竟然还在想，如果证据公布了，就会毁了你们一家，毁了马翠兰，也毁了你孩子的一生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让人去取证，才把视频资料拿出来的原因。关于被告的视频证据，经我方公证人员进一步鉴定，该视频内容真实有效。另外，我还有协和医院的证据，能证明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跟车祸无关。肯定是假的。这司大伟简直丧尽天良！张总，这下是不是
别急，看戏就要柳暗花明、峰回路转才有意思。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法官大人，我认罪。肃静！我承认是我闯红灯撞了宋雨薇的车，是我强行给她灌白酒。不过我娘刘娥是无辜的，都是我指使她这么做的，所有的罪名我一个人承担。王八蛋，我们被你害死了！司大伟，你简直就是畜生！儿子，都怪妈，妈不该告诉你摄像头是坏的，是妈起了贪怜，都是妈的错。我的罪我都认了，但是宋雨薇的罪呢？她撞倒我老婆该怎么算？被告，我们欣赏你的善举，但是法庭讲究证据，你还记得当时现场可有疑证？你是马翠兰吗？我是。放开我！我要出庭作证。有一个人证，司大伟的妻子马翠兰。司大伟，你老婆马翠兰为什么没有出庭？法官大人，我媳妇儿她刚刚出院，要养身体，又要照顾刚出生的宝宝，所以她不能出庭作证。虽然她本人不能前来，但是我这里有一份当事人马翠兰的证词。既然有证词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抱歉，法官大人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让大家好好看看宋雨薇的虚伪和做作。如果我一开始就拿出来，那我们还怎么欣赏她堪比最佳女演员的精湛演技？原告提供的证词显示，孕妇马翠兰系宋雨薇违规驾驶撞倒之后，马翠兰向宋雨薇下跪，并再三乞求，宋雨薇才答应送马翠兰去往医院。原告提供的证词显示，王八蛋！你们撒谎！你们姓司的一家都是禽兽！连马翠兰都能反咬一口，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被告宋雨薇，你可有话说？我无话可说。既如此，本法庭宣判。等一下，我来作证。法官大人，我来作证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叫李梅，是马翠兰的母亲，我能证明我女婿司大伟提供的证词无效。李梅，你如何证明？我女儿没读过书，她根本就不识字，所以这份证词肯定不是我女儿的意思。妈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女儿马翠兰虽然不识字，但她至少懂得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做人要凭良心。
如果忘恩负义、恩将仇报，那就是连禽兽都不如啊！妈，你不了解情况，在这胡说什么？嘿，司大伟，你少跟我演！翠兰已经把真相都告诉我了。当年我真是瞎了眼，才把女儿嫁给你家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。妈，法官大人，我媳妇儿马翠兰确实不识字，这份证词是根据她的口述写的。写完后，我还给她念了2遍，确保无误后，她才按的手印。姓司的，你当着我的面还要撒谎吗？妈，宋家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他们把你收买了，对不对？我是你女婿，你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？你放屁！这位大姐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她。这种小事儿交给手下就好。你这么大的老板，怎么可能亲自出面？我敢打赌，这女的肯定被宋氏集团收买，不然怎么跟自己女婿对着干？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法官大人，司大伟诽谤我和证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要求再追加司大伟诽谤罪。司大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法庭是讲证据的。李梅，你指证司大伟的证词作假，单凭马翠兰不识字这一点还不够，你可还有其他证据？法官大人，如果我女儿亲自来证明呢？什么？马翠兰不是无法出庭吗？没错，她确实不方便出庭，但看到救命恩人蒙冤，她铁了心一定要来。她说要亲自为宋雨夜出庭作证，绝不能让她蒙受不白之冤。太好了，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？等一下，翠兰，司大伟诬陷宋家，我看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，他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指使？哦，对了，我说他哪来100万给孩子做手术？一定是他收了别人的好处。宋家是首富，敢对宋家动手的人势力一定不简单，他们怕你去作证，一定有人防备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兵分2路。法官大人，请再等一等，我女儿和我分头赶过来作证，她应该很快就到。我宣布暂时休庭，等证人马翠兰到场后再继续。竞标项目今天11点公布结果，11点之前绝不能让宋雨薇洗白。之后我们会再给你300万，作为你的安家费。我反对，法官大人。这证词是我经手的，是真是假我最清楚。如果证词是假的，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你已经是有罪之人，闭嘴吧你！这样等下去只会浪费大家的时间，而且我媳妇儿早就跟我说过，她不会来作证。是啊，这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吗？宋氏集团这么有钱，该不会官商勾结吧？马上联系马翠兰。法官大人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女儿肯定在来的路上。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医院，看我女儿还在不在那里。医院说，大概40分钟前，马翠兰就离开了医院。走的时候，她特意请护士帮她照看宝宝。据护士说，马翠兰走得很急。至于她要去哪儿，并没有告诉护士。协和医院并不算远，就算是坐公交车，那也早就到了。翠兰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翠兰，你该不会又出啥事儿吧？鉴于证人马翠兰迟迟不能到场，被告无新增证据，下面我庭将对本案进行宣判。法官大人，我求你再等一等我女儿。这只是一审判决，如果马翠兰果真能提供新的证据，被告方可以再提起上诉。法官大人，快宣布结果吧！本庭现在宣判：全体起立。根据刑法第274条，司大伟敲诈勒索罪诬陷罪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根据刑法第133条，宋雨薇交通肇事罪罪名。等一下，
无辜的，宋雨薇无罪。我是当事人马翠兰，我要给我的恩人宋雨薇作证。大姐，你真的是，你就是庭审里提到的那个马翠兰？是，我来作证。我老公诬陷我的救命恩人，他丧尽天良，我要去揭穿他。大义灭亲，好样的！大兄弟，你真的肯放我？大哥，放了他，王总一定会找我们麻烦的。去你妈的！做人要有良心，老子看庭审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么缺德的老板，你们真的想跟着为虎作伥？大哥说的对，我也看不下去了。大姐，你快去作证，我们兄弟就当没见过你。我马翠兰对不起您啊！早知道会让您蒙冤，我马翠兰宁愿去死啊！你快起来！那天我挤公交被陌生人摔倒在地，如果不是你扶起我并送我去医院，我和孩子早就没命了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啊！媳妇儿，你快回去！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我们的儿子。司大伟！你要还是个人，还认我跟孩子，你就给我爬过来认罪！对不起，老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我忘恩负义，我连狗都不如啊！造孽呀！儿子是妈害了你。马大姐，你快起来，起来再说。啊！我去！原来是司大伟一直在颠倒黑白。司大伟，你把我们骗得好惨呐！法官大人，宋雨薇是无辜的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认罪。另外，我还要指证王氏集团的王春辉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王总指使的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搞臭宋家名声，好让王氏集团。肃静！国无德不兴，人无德不立，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大局、关乎民生的重大课题。今天，宋雨薇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谢谢你，宋雨薇女士。经我院申请，蒙古特批将京州荣誉市民奖颁给宋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她上台领奖。我帮助马翠兰，不是为了让她对我感恩戴德，更不是为了这份荣誉，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。我不希望自己老了以后，有一天摔倒在地，在我需要帮助时，周围的人冷漠旁观，人心向善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我们的善举照亮这个世界的明天。女儿，龙湖新区管委会取消了王氏集团的招标资格，我们宋家中标了。